你知道台湾的儿少性剥削问题越来越糟糕了吗？每年的受害者持续变多，拍摄制造儿少私密影片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儿少性剥削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近年来，台湾的儿少性剥削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受害者通报人数逐年的上升。2023年呢，更是比2022年增长了47%，而且拍摄制造儿少私密影片的案件变得更多，占据了整体案件的80%。许多不怀好意的人呢，透过网络交友接触未成年人，诱骗他们拍摄发送私密影片。之后，许多儿少私密影片呢，会在创意私房这样子的色情论坛上面传播。这些论坛呢，往往很难追踪哦，而且还有不少人明明知道可能触法，却还是冒险与论坛交易。不过呢，有些人觉得只是看片是不是太夸张了？但另外一些人却反驳，这就是对于儿少的性剥削。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将从什么是儿少性剥削开始讲起，和大家一起聊聊究竟哪些行为涉及儿少性剥削，为什么已经有明文法律，但台湾儿少性剥削却还是越来越严重。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常在网络上面看到想吃的餐厅、想去的景点，却不知道要存在哪里吗？快来试试我也在用的 Heptabase， 规划你的私房行程吧。Heptabase 是一个视觉化的卡片笔记软体，可以透过 Journal 日记功能记下任何想要吃喝玩乐的地方，再把店家的地图、营业资讯做成卡片，放到对应的白板上面，规划专属的私房行程。除了旅游计划之外呢，游戏攻略、追星日记、宠物成长等等也都很适合。因为 Heptabase 的白板空间比起传统的线性文件，更能够存放图文并茂的资讯。完成之后，还能够直接传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你的收获。如果你也想要体验视觉化笔记的效果，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接，开启免费试用吧。在讨论儿少性剥削之前呢，我们先来定义什么是性剥削。性剥削指的是在性关系上面的剥削行为，只要涉及到跟性有关的事情，有违反对方意愿，或者造成对方的心理不舒服，也就是侵犯到对方的性自主，那就都属于性剥削范围。常见的行为有呢，诱骗对方裸露身体啊，性侵、猥亵、拐卖妇女、强迫婚姻、强制对方从事性交易等等。而儿少性剥削就是专门只涉及儿童、少年的性剥削行为。在台湾儿童是指未满12岁的人，而少年呢，则是年龄在12岁到未满18岁之间。根据《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这4点行为呢，都算是儿少性剥削，包含与儿少发生性行为、让别人观赏儿少性行为、拍摄啊、制造、贩卖、传播儿少性影像、图画、语音，让儿少陪酒或涉及色情的伴游啊、伴舞等等。另外呢，2023年时，该条例还修订过，特别指出呢，只是持有儿少性影像也会处罚。而且这些影像呢，不一定是直接展示性行为，或是有裸露私密部位，只要整体给人感觉是会引起性欲的，都有可能算作是违法影像。目前台湾牵涉到这4点的案件，受害人越来越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3年通报的儿少性剥削受害者呢，有3346人，比2022年多出了1075人，其中近70% 是女性，而且这还是有通报的数量，在这背后呢，可能有更多没有被发现的受害者。另外也有社工受访时说，他们接触到的受害者有年纪越来越小的趋势。在这些受害者当中呢，涉及被拍摄传播性影像的状况最多。2023年高达了2903人，占了总体的86%，增长速度也很快比去年足足多出了近1000人。而且约有70%的加害者呢，是运用网络社群、通讯软体或其他的平台犯罪。他们透过网络接触到儿少，假装与他们交友，再诱骗他们拍下私密的影片。到底为什么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有人提出，关键就在于网络交友的陷阱。现在网络发达，青少年上网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呢，2023年儿童与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网络4.6小时，每周高达了32.2小时。这还不包含呢他们参加线上课程、用网络查资料、写功课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比2020的平均每周27小时高出不少。而且孩童接触社群网络的年龄也越来越小，超过一半的孩子呢，在11岁前就有自己的社群账号，有些也会用社群媒体开始交友。另外，儿福联盟也调查发现，有 21.4% 的儿少表示有遇过网友提出特殊要求，包含要求视讯通话、单独约出去见面啊、情侣交往等等。
那当然，这些特殊的要求呢，并不一定都是犯罪，但很多不怀好意的人会利用青少年的单纯，透过各种方式诱骗他们。例如，一些网友呢会假装爱上对方，与儿少交往，并和对方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想看你性感的样子”，诱骗对方拍下私密照。还有人呢会假装自己也是未成年人，借口呢讨论发育的话题，和对方说：“我觉得自己发育的不好，可以看看你的吗？”从而骗取私密部位的影像。这些诱骗儿少的手段呢，在现在的网络交友当中越来越常见，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或青少年受害，大家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试图从法律管理层面加强整治。现行的制度其实已经有明确的规定该如何救援、安置受害者，还有责罚加害者。首先，政府设立了各式各样的通报管道，除了可以向当地的警察局、家庭暴力与防治中心通报，卫福部呢也设立了线上儿少性剥削通报专区，受害者本人或是其他人有发现疑似的状况，都可以线上通报。警方接获通报之后呢，当地的政府主管机关会在第一时间介入处理，进入法律程序。如果有儿少的私密影像在网络上面传播，政府有权利要求网站下架影片，情节严重的话呢，甚至可以封禁网站。而事情发生之后呢，受害者的安置也很重要。如果家庭没有办法保护好儿少，政府可能会把他安置到福利机构啊、寄养家庭、中途学校等地，并且安排社工呢了解儿少后续的状况。如果性剥削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可能会将孩子暂时移出家庭来保护跟安置。那当然，在加害者这边呢，法院也会根据行为的轻重判处法则。比如如果是拍摄或制造儿少私密影像，根据手段的不同，刑罚也有所不同。直接拍摄可能被判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如果使用招募或引诱的手段，刑期呢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是透过暴力或欺诈等等的更严重手段，则会被判7年以上。就算只是持有儿少私密影像，也可能会面临1年以下的刑期。不过，虽然针对儿少性剥削的措施并不少，但台湾儿少性剥削案例仍持续的增长。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目前的措施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漏洞。现有的规定当中呢，大多针对救援、安置与罚则上面，但却比较少涉及该如何防治。有不少人认为现在缺乏关于儿少性剥削防治方面的细则，应该要订定细则，加强网络治理，减少儿少在网络上面接触到不法人士的几率。另外，也有人说，如果真的发生儿少私密影片被传播贩卖的状况，政府其实很难追查。像创意司法这样子的偷拍论坛，几次遭到封禁但又多次的重申，转战到别的网络社群。本身追查就很难，现有的这个流程呢也比较繁琐。比如如果要封禁网路，需要先有地方政府先通知业者，对方不配合才可以封网。有许多的立委认为这样子的程序太长，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限制儿少性影片传播，也给了色情论坛转移阵地的时间。而在加害者的处罚上面呢，也有许多人认为现在的罚则仍不够重，无法达到警戒的效果。那虽然对比日韩呢，台湾的刑罚不算轻，但却比不上一些欧美国家。例如台湾持有未成年色情影像顶多判1年，但美国的法律规定最高可以处10年监禁。如果影片内容呢包含了12岁以下的儿童，最高可以处20年监禁。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呢，还会因此加重刑罚。那在最近黄子佼事件爆发之后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该怎么样进一步的改善儿少性剥削的现状。最近因为黄子佼事件，社会上面开始广泛的讨论该怎么样进一步的改善台湾儿少性剥削现状。许多的罪犯呢都透过网络犯罪，因此许多人认为呢，警方也应该要加强数位侦查能力。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呢就呼吁政府成立数位性犯罪的专责单位，让警察拥有数位的侦查能力，追踪到网络性犯罪。另外，许多偷拍论坛呢都将 IP 设置在海外，付款用虚拟货币。有立委指出，应该授权政府能够监控相关网站的金流，从而能追查到一些国际的儿少性犯罪。立法院呢也在近期召开了相关专题报告会议，会上呢有人提议应该要简化政府的封网流程，授权卫福部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有直接关闭传播儿少色情内容网站的权利。而针对加害者的罚则，民众党团的副总召黄珊珊呢也提议，除了可以考虑加重刑罚，当前的条例呢也应该要更细化，根据被害者的年龄露骨程度、残虐程度、加害者资历订定不同的量刑标准。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
好的，那话说回来，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不少关于儿少性剥削的数据发现现在的状况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样。在10几年前，儿少性剥削更多是以性侵猥亵为主，现在大多呢是网络犯罪，透过交友诱骗儿少拍下性影像。而这样子的网络性剥削呢，同样会带来很大的伤害，许多受害者可能会出现焦虑、忧郁、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等的症状。如果后续没有好好的处理跟疏导，这件事情可能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影响他们日后的人际交往，甚至出现逃学暴力倾向等等的行为。而且性剥削经验呢，可能会影响受害儿少的性观念，之后他们自己也有可能采取不健康的性行为模式，甚至呢出现更多的行为偏差，变成犯罪的加害者。如果有小孩的话，我真的会很担心说他们会不会在网络上面遇到不怀好意的人，但这整个过程我却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或者是就算知道了也完全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保护他。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减少儿少性剥削。或许加重刑罚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但问题是究竟要加到多少才有效？怎么样可以威吓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同时又不符合比例原则？每个人的标准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也担心加重刑罚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反效果，因为有不少的犯罪研究都发现，这可能让部分的罪犯因为害怕被捕，就出现更多的极端行为，比如恐吓受害者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甚至有些罪犯呢反而会因重刑产生报复心理，出狱后变本加厉。因此，有些人认为比起加重刑罚，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的犯案状况订定不同的量刑标准。但其实，在法律的实务上面，不太会直接定出非常细节的标准。因为如果标准太明确反而容易让有心犯罪的人钻漏洞。另外，台湾的许多网络案件都困在警察很难追踪，理论上面呢，加强网络监管会有帮助，但我们也知道，这在实际执行时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这牵涉到了政府扩权、网络隐私权等多个议题，想落实呢，背后有多个议题需要理清。因此，我们觉得现阶段比较好推进的，可能是在儿少性剥削的防治上面。毕竟现在的小孩接触网络越来越早，这个大趋势也很难改变，家长们不可能完全禁止小孩上网。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们除了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注意到儿少性剥削的问题，一起来讨论之外，如果你刚好就是家长，看完这支影片，或许也可以多多关心孩子的交友状况，找机会跟他们聊聊，如果有在网络上面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可以怎么应对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要解决台湾儿少性剥削的问题，以下哪种方法最有效呢？加重刑期这样子想犯案的人呢才会害怕。B. 政府加强对于网络业者和网络言论的监管力道。C. 加强对于小孩的性教育，让他们能够自己辨别危险。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儿少性剥削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iWin 事件以及创意私榜为何禁不掉。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